误入恐怖游戏，我把恶鬼当老公处。诡异来袭，其他玩家都在疯狂逃命，只有我盯着诡异大人摇摇欲坠的血浆脑袋，真诚发问：老公，可以和我谈场恋爱吗？诡异突然娇羞，血淋淋的手指在空中绕圈。可是我还未满18岁，欢迎来到 SSS 级副本诡异王国。主线任务：替诡异大人找到丢失的水晶血。注：生存币可以买通恶鬼。副本玩家20人，存活玩家20人。PS 沉浸式体验 ，NPC 不相信眼泪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冰冷的机械音落下，我已经置身于荒废的碉堡中。血盆大口的女巫站在楼梯上，墨绿色的舌头在每位玩家身上舔过，声音尖锐又刺耳。饿了。随即吃一位玩家。角落里很快传来一阵惨叫，一个胸肌发达的男人被掏空了肠子，倒在血泊之中。机械的提示音随之响起，存活玩家19人。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四周，我干呕一声，捂住了嘴巴。浓郁的空气里突然出现一排透明弹幕。女巫大人好帅啊！旁边的女的也太弱了吧，才闻了点血腥味就这么娇气，这么弱怎么有资格进入 SSS 级副本？不会走后门了吧？真无语，玩个游戏还要走后门啊！小恶魔心子来了！弹幕停顿之际，城堡大门被人推开，一个身穿红色燕尾服、头顶精灵耳、身量只有手指大小的萝卜头走了进来。他费力跳上台阶，很绅士地向大家鞠躬，软糯的团子音随之响起：各位玩家，欢迎做客诡异大人的城堡。我是管家心子，接下来我会宣布城堡规则，请大家务必遵守，否则将被无情抹杀。1诡异大人不喜欢陌生气息，玩家只能在1楼活动。2诡异大人将在接下来2天沉睡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3厨师每天都会来做饭，请不要浪费食物。4沉浸式体验，需要大家配合交出手机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努力搜寻水晶鞋线索，帮助诡异大人早日脱单，拿到通关宝藏。心子说完，很绅士地跳下台阶，示意大家把手机放进桌子上的密码箱里。一个浑身鱼腥味的壮汉不愿意上交手机，忍不住抱怨起来：老子自己的手机，凭什么上交？此话一出，空气瞬间凝结，连一旁的女巫都吓得打了哆嗦。心子却甜甜一笑，默默向他鞠了一躬，声音软糯，显得毫无攻击性：您可以选择不交的。壮汉脸上一喜，直接将手机装进口袋。我心想，这小萝卜头还挺有礼貌，一点也不像弹幕说的是什么恶魔。结果下一秒，咔嗒一阵脆响，那个壮汉当场脑浆四溅，黏腻血腥的内脏滚落一地，整个城堡瞬间弥漫起浓重的腐臭气息。存活玩家18人。在提示音结束后，心子拿出比自己大1倍还多的皮卡丘手帕，慵懒地擦拭着手上的污血，紧接着数了一下上交的手机，又看了看在场玩家，最终眉头轻微皱起，声音却依旧软糯可爱：好像少一个呢。小恶魔心子好帅呀！心子，妈妈爱你！心子终于要发现女主了，呜呜！我美丽善良的女主终于要出场了，期待！放心吧，女主宝贝有光环，活到最后的只能是她。透明弹幕又开始疯狂刷屏起来。心子很认真地比对了一遍我们的玩家信息，随即喊出一个名字：锦英英。话音刚落，楼梯间响起匆忙的脚步声。随着众人视线升起，一袭黑色抹胸长裙映入眼帘，不盈一握的腰又白又瘦，随之而来是一张清透干净的巴掌脸。她五官柔和，一双眼眸如清泉般莹润清澈，唇瓣微抿，恍如红樱出绽，浑身上下处处透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气息。人一出现，弹幕开始疯狂刷起来，直接铺满了半个客厅。女主终于出现了！女主出现了，男主还会远吗？乖乖，英女神也太美了，哈呲哈呲流口水。锦英英步履匆匆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，高跟鞋踩空，差点摔下来。我离得最近，还在考虑要不要伸手扶一把的时候，突然被身后一个胖子用力推开，先一步去扶了锦英英。英英，你没事吧？胖子关切地询问，脸都要贴上去了。锦英英微笑着摇头，随即便忽略过他，将目光落在小萝卜头心子身上，语气娇嫩，充满抱歉，我不小心迷路了，在2楼的书房睡了一觉，真的很抱歉。他说完，很自觉地掏出手机交给心子。心子脸上出现一抹不悦，玩家只能在1楼活动，你触犯了规则，而且你怎么能在诡异大人的书房里睡觉？真是很无理呢。我看了一眼弹幕，果然都在替女主担心。心子不会想抹杀女主吧？不要啊，不用担心，按照剧情，最后一刻男主就会来英雄救美了。期待男女主早日相遇。楼上传出可怖的窸窣声，心子脸上的惶恐不安更明显了一些。是诡异大人生气了。毒液出动，各位玩家保重身体。心子说完，一阵风似的逃离了城堡。心子刚走，人群就开始不安地骚动起来。锦英英突然惊呼一声，用力地指着我身后，你们快看啊！我皱眉，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缓缓转过了身子，就看到之前推我的胖子手拎一把剪刀，拼命地往自己脸上戳，一边戳一边瞪着猩红的眼珠子大喊：好痒啊，怎么这么痒？谁来帮我挠挠？
他说完，砰的一声原地爆炸，胳膊腿儿在整个城堡里乱飞，而身体炸裂的一刻，那些猩红的血液瞬间化作绿色黏腻的毒液，向人群蔓延而去。很快，人群里传来尖锐的惨叫声。我手疾眼快，在毒液蔓延过来之前，踩上凳子，又踩上桌子，最后爬到了酒柜上面。锦英英离我最近，此刻粘稠的毒液正在朝她蔓延。锦英可怜巴巴地向我看过来，姐姐，我快碎了，你可以救救我吗？弹幕都在刷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！我无奈，只好从酒柜上跳下来，站在桌子上去拉他一把。可刚碰上他的手，就被粘上一张圆形卡片，紧接着我浑身无力。锦英用力扯了我一下，我很快摔倒在地，意识昏昏沉沉，像中毒一般。那女的怎么那么弱？明明是救女主的，结果自己还摔倒了，真是没用。她压根不想救女主，真是心机婊，自己还装死。毒液赶紧把这女的吞噬了吧，看见她就烦。地面毒液还在肆意蔓延，我抬起头，对上锦英英得意的眼神，她附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音量开口：我找到了一张换命卡，姐姐死了，我就能活哦。空气里的血腥味越来越浓重，刺耳的死亡机械音一声接一声响起。存活玩家17人，存活玩家16人，存活玩家8人。机械音戛然而止，疯狂蔓延的毒液突然停止，天色变得漆黑，窗外狂风大作，肆虐的暴雨疯狂敲击着玻璃，仿佛午夜惊魂。在狂风骤雨中，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缓缓走下楼梯，他一张脸精致的恰到好处，眉目深邃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狭长的双眸透着丝丝英质，幽深之中又带着几分妖冶，紧绷的下颚线透着尊贵的王者气息。吵死了！男人烦躁地掏了掏耳朵，随即皱眉瞧着满地胳膊腿乱飞的一片狼藉，郁闷地伸了伸懒腰。终极大 boss 出现了！诡异大人不是应该在最后一关才会出现的吗？这还不懂？男主来英雄就美了，真帅啊！诡异提前出现，弹幕疯了，玩家也疯了。诡异来袭，大家快跑啊！人群开始四散，我也想跑，可是连动都不能动，只好抱着必死的决心抬头去看那要命的大 boss。帅，真他娘的帅啊！好像还有点眼熟。当我确定眼前的大 boss 就是我粉了10年的当红影帝顾晨燕时，男人的目光也顺势落在我身上，似乎想吓吓我。他打了个响指，英俊的脸庞瞬间变成了可怖的血浆脑袋，摇摇欲坠，似乎随时都会掉落。连锦英英都被吓到了，朝着厨房的方向慌忙逃窜。整个城堡只有我像只蛤蟆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甚至在临死前还盯着诡异大人摇摇欲坠的血浆脑袋真诚发问：老公，可以和我谈场恋爱吗？诡异突然娇羞，血淋淋的手指在空中绕圈，可是我还未满18岁，笑死了！男主都1700岁了，还说自己未成年，哈哈，不懂别装懂。按照这个游戏设定的纪年法来计算，男主才17岁，确实未成年。未成年更刺激啊！家人们，救命！这个女的是不是抢了我们茵茵女主的台词？她和男主谈恋爱，那我们茵茵怎么办？太过分了！救命！男主在做什么？随着弹幕叠起，诡异抬起2只光滑的脚蹼，缓缓滑跪至我面前，猩红嗜血的眸子一点点燃烧起来。他嗓音哑，很认真地问：谈恋爱会很爽吗？我点头，声音虚弱却一本正经：应该会的，毕竟我也是万年母胎，只在一些黄色片段里了解过男女交合之事。声音上是挺爽的。你喜欢谈恋爱？诡异眨眨眼朝我看过来，似乎对恋爱这件事充满着不解。喜欢。我斩钉截铁，后又补充了一句：但仅限于你。听完我的回答，诡异耳根子通红，脸上燃起一抹兴奋，像出射人似的害羞少女，让人忍不住想上去揉搓一番。他思考片刻后，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用血淋淋的手紧握住我的头，语气虔诚：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我们试试吧。我的脑袋被那只充满血腥味的巨掌紧紧箍着，呼吸变得困难，只能抽出最后一口气回应：快憋死了，麻烦先放开我。还有，你不是未满18岁吗？未成年不许谈恋爱。诡异变得更加娇羞，收回恐怖特效，瞬间又变成了那张帅气的病娇脸。他用修长白皙的大掌替我擦去额角的细汗，低音炮的嗓音多了些扭捏作态。人家周岁未成年，虚岁18了。弹幕又炸了，救命！他竟然还懂虚岁周岁。茵茵宝贝，快出来，你老公被人抢走了！拜托，这可是恐怖游戏啊！喂，谈什么酸臭恋爱呀？男主能不能戴上眼睛？要谈恋爱也应该找我们美丽善良的茵茵啊！这女的哪点好？你们觉不觉得男主长得好像影帝顾晨燕啊？早就觉得了，尤其是看侧脸更像。要不是这个原因，我才不看这个游戏呢。弹幕都在讨论顾晨燕，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想想我给顾晨燕当了10年的大粉头子，从她毫无名气一直粉到如今的影帝，追开机、追杀青、剧组探班、买代言、买热搜，线下活动场场不落，整整10年，当真是吃糠咽菜，倾尽家财。顾晨燕不喜欢粉丝没有分寸，所以我都是默默砸钱，从不靠近，甚至他可能连我是谁都忘了。
包括我这个从不玩游戏的人会误入恐怖游戏，也是因为在垃圾网站上看到了复刻顾晨燕的建模人物，才无脑点入。现在这张脸竟然要和我谈恋爱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想到这里，我狠狠在自己脸上掐了一把，强烈的痛感传来，我忍不住惊呼一声，皱紧了眉头，真他娘的疼啊！看到我的怪异举动，诡异也跟着我皱了皱眉，随即把他的脸也凑过来，声音似化了水一般，乖，也掐我一下。我喜欢被虐。我有些错愕地瞧着他，随即按照他的要求，轻轻在他脸上掐了一把。那娇嫩的皮肤瞬间出现一抹粉色绯红，令人遐想连篇。心子不知从哪里出现，愤怒地吐出血红长舌，要把我凌迟处死。叶离，你真该死啊！竟然敢掐我们诡异大人优美的脸蛋子，我要代表正义抹杀你！心子说完，空气里瞬间又凝聚了恐怖的血腥味。他抖了抖袖子，一条漆黑腐臭的长舌便吐着信子从他的袖口钻出，直挺挺地朝我的脖颈咬过来。我惊呼一声，想从地上爬起来，却发现没什么力气，只好软软地靠在诡异身上，求助的眼神充满委屈。他安慰地摸了摸我的脑袋，随即用2根细长的手指在空中轻轻打个响指，顷刻间那条黑蛇便脑浆四溅，化作齑粉。诡异皱眉瞪着心子，满脸不悦，吓到我的公主，你是活够了吗？心子不敢，求大人饶命，滚吧！心子满脸惶恐，迅速消化着眼前的一切，临走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之后把身体折叠，卷成玻璃球状，一路滚出了城堡。夜色浓稠，诡异目光缱绻地在我身上一寸寸游走，最终停在我左手位置。他小心地翻开我的手心，将那张紧粘在我手心的圆形卡片取下，眸色冰冷，这是替死道具，谁给你的？锦英英。我脱口而出，然后气愤地指了指厨房的方向。我倒是很好奇，这位恐怖游戏的弹幕男主会不会向着所谓的女主出来？他不悦开口，空气中很快弥漫着浓烈的冰霜气息，仿佛被凝结一般，室内温度也跟着直线下降。锦英英战战兢兢地从厨房走出，纤瘦的腰肢仿佛下一刻就要断掉。她眨着湿漉漉的大眼睛，娇弱地咬紧双唇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小心翼翼地朝着诡异靠近。诡异哥哥，你千万别听这个女人胡说，我根本没见过这个东西，而且人家平时连芝麻蚁都不敢踩，怎么可能会使用这么恶毒的道具啊？诡异挑眉看了我一眼，神色复杂，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一下。所以他是在怀疑我？弹幕仿佛要迫不及待地印证我的猜想，纷纷得意刷屏。笑死了，这女的还想和我们女主争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想诬陷女主。拜托，男女主可是官方 CP， 男主只会无脑守护我们茵茵女神。锦茵茵绿茶婊，茵茵那么可爱，根本不会做这种恶毒的事情。这女的自讨苦吃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很快她就会被男主亲手抹杀。我也觉得。弹幕讨论的热火朝天，甚至已经开始压住，赌男主会不会抹杀我。锦英得意地看我一眼，忽然捂着头，浑身虚弱状若无骨，却方位精准地朝诡异怀里倒去。诡异哥哥头好疼，可以救救我吗？我虽然觉得他很可耻，但不得不承认他这一出戏配上那林黛玉一样我见犹怜的面容，确实会让人难以拒绝。可现实不同于我的预想，诡异没有去伸手扶他，而是满脸嫌弃地避开他，并迅速从身后抱住我，着急忙慌地向我解释，公主，日月可见，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到他。锦英英摔了个狗吃屎，满脸黑线，披头散发像个疯子。弹幕也跟着锦英英一起疯了。什么？男主竟然不服？我茵茵女神终究还是不配了吗？一定是服务崩了，官方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线下真实你。诡异哥哥，锦英想不明白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对他没兴趣，于是使出了撒手锏，肩膀处的布料有意无意的滑落，露出性感妩媚的香肩，他继续朝着诡异的怀里倒去。咔嗒，轻扬的脆响打破了短暂的安静，锦英的脖子被毫无征兆的拧断，手法利落，地上的血迹一层层晕染，很快蔓延了整张地毯，地毯上的白茶花染上血色，散发出怪异的姿态。空气沉寂了几分钟，弹幕像死了一样。我镇定地坐在椅子上，欣赏地瞧着眼前杀伐果断的男人，以及那张极美的面皮。不愧是我的男人。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在空中打了个响。很快，女巫从黑暗中飘出，垂涎地盯着地上美味的食物。谢过恩赏之后，他举起刀叉，开始默默享受，但咀嚼声小得可怜，因为怕触怒阴晴不定的诡异大人。冰冷的机械音随之而来，存活玩家7人。接受女主被男主亲手抹杀这个事实后，死了的弹幕开始陆续复活。救命！救大命！女主这是死了吗？怎么可能啊喂！那可是女主啊，竟然就这么死了！史上最可怜的女主，该死的女主光环都去哪了？绿茶婊，早死早脱生！我的茵茵女神好惨啊！我要去给她写一篇祭文。系统提示音毫无感情地打破了弹幕，诡异暂停，玩家请出现。除我之外，剩余6个人从不同的角落里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很快，欣子也从城堡外小心翼翼地滚了进来，执行自己的任务。请各位玩家2两一组，开始挑选房间，只能在1楼休息哦。
他说完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随即对我做出一个请的姿势，声音恭敬：叶离公主，您先选吧。1楼的房间我观察过，里面结满蛛网，角落里都是死耗子，漆黑破败，阴森可怖，充满腐臭气息。仔细看，衣柜里还有幽灵不定时飘荡，真心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不过每个房间都差不多，先挑和后挑并没什么区别，还会被说走后门。于是我眯起眼睛，刚想说让别人先选，话未出口，腰间忽然一沉，一双坚实的大掌将我拦腰抱起，他附在我耳边，语气里充满宠溺：公主，您的房间在楼上。嗖的一声，我就被抱上18楼，穿过宽敞明净的走廊，诡异温柔地将我放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床上。我环视四周，很快被房间里繁复名贵的家具吸引。楼上和楼下简直云泥之别，富丽堂皇的卧室里极尽人间奢华，充满异国情调的欧式壁橱，古典气息浓郁的褐色酒柜，灰蓝色大理石地砖亮得像一面镜子，墙壁和天花板都以黄金镶嵌，柔软的鹅绒大床散发出淡淡的山茶花香。巧的是，我也很喜欢山茶花。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心情舒畅，随手一扯，便将男人腰间皮带轻松扣住。听说2个人谈恋爱要睡在一张床上的。诡异便乖巧地躺在我旁边，他声音低沉，尖锐的牙齿轻轻摩擦着我的耳尖，充满蛊惑。公主，这个房间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你这男朋友很合格。房间里的香味似乎有安眠之用，我昏昏沉沉地闭上眼睛，疲惫地嘟囔了一句：你比顾晨燕有人味多了。之后一个猴子抱树，将2条腿死死地缠在男人精瘦的腰上。我以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肯定得发生点什么，没想到他一动不动，就那样直挺挺地让我抱着，一直到我睡着，他才轻轻挣脱束缚，踮着脚离开了我的房间。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诡异用力地磨了磨后槽牙，面色狰狞地喊出了一个名字：顾晨燕。他到底有什么好？我做了一个甜甜的梦，梦到顾晨燕捧着1000克拉的巨型钻戒，单膝跪地向我求婚。这场梦是在凄厉的暴雨声里结束的。枯枝摇曳，在空旷的城堡里发出嘎吱嘎吱的怪异响动，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充斥了整个房间。我被窗外的暴雨声惊醒，随便披了件衣服，揉着惺忪的睡眼起身去关窗的时候，突然被窗外那张惨白鬼脸吓了一跳。我打了个激灵，睡意全无。再去看时，窗外又什么都没有了。滴答滴答的声音毫无节奏地响着，黏腻的液体从天花板落下，吧嗒一声掉在我的头上。腥臭味开始蔓延，我脸色苍白，伸手在头顶摸了一把，粘稠的血液顷刻间涂满了我的掌心。我胃里一阵干呕，却不是很害怕了，毕竟之前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潜意识已经开始习惯了。但大晚上扰人清梦，我还是很生气，于是对着空气质问：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嘻嘻嘻，一阵稚嫩的欢笑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我回过头，看到一个没有脑袋的红衣小女孩，她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，手臂上用双面胶粘了2只血红眼球，正一眨一眨地盯着我。我压下心里的恐惧，好奇地问她：你叫什么名字？1间房2块糖，3把伞4面墙，5副眼镜6碗汤，7只兔子8头象，加上9朵小红花，10个娃娃喜洋洋。嘻嘻嘻嘻，1间房2块糖，3把伞4面墙。无头小女孩用悠长的语调重复着这首歌谣，她一边笑一边伸出手来牵我的衣角，似乎想带我去某个地方。嘻嘻嘻嘻，尖锐的笑声不断在耳边放大，我感觉意识变得昏沉，似乎有某种力量在扯着我往门口走。姐姐快开门啊！无头小女孩嗓音甜美，着急地催促我，我双手下意识地搭上门把手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刚走出房间，我撞上一个结实的胸膛，混沌的意识散去，顾晨燕那张脸出现在我面前，她拦腰抱起我，似乎很是担心。公主，醒醒！顾晨燕，真的是你呀！我双手搂上她的脖子，像只猴子一样，死死不肯松手。两眼一黑，我又睡死过去，一直到第2天清晨，我才醒来。枕边充斥着淡淡的木质香，翻身的时候才发现诡异躺在我身边。他半张脸埋在我的发丝里，右手紧箍着我的手腕，呼吸很沉，看起来很累。我明明记得昨晚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我房间，我侧过身，轻轻替他掖好被角，忍不住又用食指在他完美无瑕的轮廓上描摹了一遍又一遍。这张脸，曾经我连看都不敢看的。我默默凑近，鼻尖抵上他的气息，湿热的吻便落了下去。我没想过诡异会在这时候醒来，他漆黑的眼眸里染上深深的炽热，暗哑的嗓音带着一丝慵懒的起床气，声音里却充满性张力。公主，我愿成为您的奴，求您疼我，靠靠靠！车速是不是快了点？男主在干什么？精虫上脑了吗？他好可爱，戴上颈链就是忠犬小狗狗啊！谁能拒绝他的8块腹肌？这好事什么时候能轮到我？我们男主都这么主动了，那女的还在矜持什么？突然感觉着这俩也挺配，看别人床戏，我紧张什么？
快点脱啊！床上38是我都懂，嘿嘿。弹幕铺满卧室，我头疼地翻阅着一条比一条污的弹幕，还在考虑怎么关的时候，诡异已经脱得只剩皮卡丘裤衩了。他还要脱，我赶紧拦下，这么多人呢，不好吧？诡异抬头将空荡荡的房子巡视了一圈，语调透着不满：“公主，你有点调皮了。”他说完，用结实有力的臂膀将我抱紧，翻身便将我压下，温热的手掌附在我脑后，睫毛簌簌颤动，扎得我脸痒。我忍不住动了动身子，不想却完全激发了他的兽欲。微凉的薄唇紧紧贴上我的嘴角，柔软的触感令我身心酥麻。很快，我被攻城略地，一点点吃干抹净。这中间，我还心大地看了眼弹幕。我去，怎么屏幕全是马赛克，什么也看不见啊！家人们，还以为会有福利呢，真是够了资本家。有什么是我尊贵的 VIP 不能看的？放心，我能想象出来。马赛克1小时了，我天，挺持久哈！我撑着快断的腰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3天了，床边空无一人，诡异已经不知所终。冰冷的机械音响起，透着悲惨，存活玩家4人，也就是说，这2天之内又死了3个人。紧随其后响起的是欣子的声音：“早饭已做好，请各位玩家到餐厅用餐。”我迅速穿好衣服，准备下楼的时候，发现桌子上留了一封信，还有一张黑金色圆形卡片。信上内容很简短，大概是他会出去一会儿，解决一些私事，让我不必担心，务必带好那张黑金卡片。结尾还特意将署名圈住，7白。原来这是他的名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念出这个名字时，我的心莫名抽疼了一下。欣子催促的声音响起，我来不及多想，拿起那张卡片，飞奔下楼。1楼餐厅，厨师刚把做好的料理摆盘，一一端到每位玩家面前。我看了一眼盘子里的食材，胃里又开始泛酸水。盘子里是血淋淋的不知名生肉，或是内脏器官，有的神经没死，甚至还砰砰地跳着。所有玩家都表示拒绝食用。欣子勾起淡淡的笑容，明亮的眸子在每位玩家脸上划过，声音软糯却不容置疑：“浪费食物可耻，会被饭鬼吞噬哦。”欣子说完，目光落在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上。那男人犹豫片刻，将盘子往旁边一推，决定不吃。很快，诡异的气息蔓延，满脸苍白的长舌鬼爬上他的脖子，将他面前的血红肠子以及沾满苍蝇的恶臭内脏一并吃光。腥臭气息铺天盖地，眼镜男终于无法忍受，大叫着：“这里根本没有水晶鞋，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”他起身就要朝着大门走去，可还没走2步，就被黑色的长蛇一圈一圈像蚕蛹一样包裹起来。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，长蛇鬼贪婪地咀嚼着嘴里的骨头。餐桌上只剩下一副黑框眼镜。存活玩家3人，桌上其余2人面面相觑，额头冷汗直冒。欣子示意他们：“饭凉了，可就不好吃了哟。”浑身长满肌肉的健身教练皱紧了眉，对面前血呼啦擦的食物怎么也下不去嘴。他也选择不吃。当饭鬼缠上他的一刻，肌肉男迅速掏出一沓白色的生存币，递给身上的饭鬼：“我有钱，生存币可以买通恶鬼。”肌肉男相安无事。轮到最后一位玩家，是银行经理。不等欣子催促，他直接闭上眼，把面前的一堆肠子心脏塞进嘴里，嚼也不嚼，生咽下去。轮到我了。4只饭鬼同时绕上我的脖子，贪婪的呼吸，似乎只要我一摇头，他们就会将我4分5裂。无理！这可是大人的公主，你们有几条命？欣子瞪了他们一眼，几只饭鬼乖乖伏跪在地上，听候差遣。我的口袋里掉出一张圆形的黑金卡片，欣子直接滑跪。这可是大人的限量网卡，1000年才发行一张。公主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吩咐。我想吃西湖醋鱼、香酥焖肉、油焖春笋、玉带虾仁、香露全鸡、七星鱼丸汤、辣黄瓜、灵白、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、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。饿了3天，我把能想到的菜名全报了一遍。欣子听得昏昏欲睡，最终打断了我：“公主，欣子这里只有血骨汤、人骨蛋白、猪骨蛋白、羊骨蛋白、牛骨蛋白、大肠小肠、黑心肝。好吧，我确实没什么食欲了。”我放弃了食物，用7白的限量网卡下单了几包营养液充饥。吃过饭后，其余玩家各自回房午休。我百无聊赖，坐在阳台上和欣子聊天，说起那晚的无头小女孩。欣子像打开了话匣子，那是引魂娃娃。传说每年7月初7，引魂娃娃都会出来勾魂。他唱的童谣会催眠人的意识，只要打开门，就意味着魂魄抽离，再也无法生还。我们跟着大人在这里生活了1000多年，对这玩意儿早就免疫了。只是每一波新来的玩家很容易被盯上，一旦被盯上，就会被勾魂离体。城堡前2天就死了几个玩家呢。欣子正说的激动，突然被系统呼叫，有新玩家闯入，请注意甄别。随着系统提示音消散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进入陈旧古朴的城堡。男人身材高挑，眉目深邃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狭长的双眸透着警惕，又带着几分妖冶气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冰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辗转流连，最后面露喜色。叶离，居然是你！
我从没想过顾晨燕会出现，更没想过她竟然能叫出我的名字。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，声音温和地向我打招呼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觉醒来就到了这个鬼地方。明天我还得参加一个颁奖典礼。叶离，你有没有办法带我出去呀？只有成功通关的玩家才能离开。我低声回答，没有告诉他，如果找不到水晶鞋，玩家只有相互残杀才能活。顾晨燕低垂着头，表情似乎有些沮丧。于是我安慰她，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。这是一场充满杀戮的纷争，但我绝不会对顾晨燕下手。顾晨燕身上似乎带着某种催发属性，自从她来以后，我明显感觉到时间变快了，甚至几秒钟内又死了一个玩家，但由于时间走得太快平方，没人看清他的死因。存活玩家3人，现在存活的玩家只剩下我和顾晨燕以及肌肉男。系统提示音消失后，空中出现了通关倒计时。新子像是赶鸭子上架，莫名其妙地宣读最后流程，距离通关还剩1小时，请玩家尽快找到水晶鞋或杀死对手达成通关条件，否则将被抹杀。我和顾晨燕面面相觑，肌肉男坐在一边干着急，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。七白回来的时候，顾晨燕正在帮我看手相。叶离，你是富贵命啊，感情好像挺坎坷的，我再帮你看看。顾晨燕一边说，一边拉着我的手，很认真摸来摸去，压根没注意到身后那双冷若冰川的弯人眼眸。够了！七白一把推开顾晨燕，反手将我锁进怀里，身上每一寸毛孔都散发出巨大的醋意。公主，他摸了你的手，我要剁了他。七白说完，手里多了一把锋利的弯刀，他真的要剁了顾晨燕的手。我护在顾晨燕面前，指了指一旁咬手指的肌肉男，他的肌肉练得比你好，先杀他。1秒钟后，肌肉男足，存活玩家2人，通关倒计时30:00，现在只剩下我和顾晨燕2个人了。七白将手里的弯刀抵在顾晨燕胸口，语气很不好，自己死还是我动手？顾晨燕惊恐地躲在我身后，但还不忘震惊一句，这哥们怎么跟我长得这么像？我护在顾晨燕面前，替他谈判，找不到水晶鞋，只能杀掉对手，强行回到现实世界。七白，杀了我，放他走吧。我声音坚定，可能这是我能为顾晨燕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幽深的眸子里染上一抹愤怒，七白声音嘶哑，开始变得疯狂。他猛烈摇晃我的肩膀，我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。空中回荡的是一声声愤怒的嘶吼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公主，没时间了，杀了他，你的记忆就能找回来。你是尊贵的公主，怎么能替他死？你到底爱他还是爱我？虽然我没听懂七白的话，但仍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，和他讲道理。我粉了他10年，我跟你才认识多久？你只不过是个长得很像他的贱魔罢了，怎么能取代真实的他？我死了，顾晨燕才能通关。他通关之后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，他明天还有场重要的颁奖典礼要参加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他当然不懂，他没有思想，只会吃醋。倒计时只剩5分钟，我来不及多想，瞅准一旁的酒柜，弯腰狠狠地撞了过去，半道却被一个人形肌肉拦截。七白看着我，目光深邃，最终长叹一声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听说爱一个人就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他。公主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他说完，徒手撕开胸膛，果真将那颗温热的心脏掏给了我。七白的心是透明的，触碰到空气的一刹那，那颗透明心脏突然化为蓝色，最终变成了一双冰蓝色的水晶鞋。原来水晶鞋就是七白的心脏。我尚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城堡突然消失，无数记忆碎片飞入我混沌的记忆里。我来不及消化，只能先把顾晨燕带出去。顾晨燕没有误了那场颁奖典礼，我也像以前一样，准备好了花束和礼物，早早等在外面。顾晨燕一出来，我第一个迎上去恭喜她。她看着我，笑容缱绻温柔，叶离小姐，后天是我的生日宴会，可以邀请你参加吗？我点点头，分明是该高兴的，可我的心却异常疼，已经连着下了3天的雨。江城的雨总是来得莫名其妙，暴雨如注，仿佛要把整个城市都洗刷一遍。夜里，我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，一张黑金色圆形卡片掉了出来，是七白给我的限量网卡。我将那卡片在灯下仔细查看，最终发现了一排红色小字，好像是一个地址，79街白魂大道502号。我轻轻念着这个地址，总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念着念着，我就睡着了。梦里一切都显得不真实。戴金丝眼镜的少年在种满山茶花的庄园里悠闲散步，一副岁月静好的姿态。而另一边却两极分化，穿着黑色盔甲的骑士坐在马上，手中长戈拼命挥动，刺向敌人的胸膛。黑色的硝烟弥漫在庄园的上空，少年浑身是血地呼唤着公主。他们同时走向我，似乎都想带我走。我看着一模一样的2个人，忍不住皱眉发问：是顾晨燕还是七白？2位少年面色痛苦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我打了个冷战，就这样从梦中惊醒，再也睡不着了。第2天，我按照地址找到了502号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接待了我。她说她是黑罗婆婆，也做阴阳2界的寄存和抵押生意。她看到我手里的限量网卡，神色微变，随即拿来一个藏宝箱，
宝箱上刚好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圆形暗格。我将网卡放进去，一道金色光芒闪过，宝箱便自动开启，里面是一些记忆碎片。通过这些碎片，我拼凑出一个新的故事。诡异国王死后，将王国交给公主打理。那年，公主只有7岁。蝎魔族入侵，诡异王国武力不敌，死伤大半。骑士为了守护公主，将她送入轮回之境，自己却因此丢了性命。公主参与轮回，成了现实里的人，却也因此丧失了前世记忆。但总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不断在她梦里出现。直到有一天，她遇到一个跑龙套的小群眼，那个人受伤了，湿漉漉的眼睛里闪着泪光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碎掉。公主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少年，她带他回家，替他包扎，又帮他熬了姜汤，煮了泡面。后来，她知道了他的名字，顾晨燕。在顾晨燕还是个不知名的小群眼时，他就砸钱替他找资源，每天给他送饭，下雨会去送伞，就这样默默陪伴了3年。顾晨燕一夜之间火了，他再也不需要他去送饭送伞，身后站着数不清的影迷。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，一步步登上巅峰。终于，他再也不记得他了，但他还是像小丑一样，时刻关注、追逐他的脚步，因为这个人在记忆里很重要来着。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摸了摸我的头，年迈的嗓音似乎很沉重。孩子，不要再执着于上辈子的缘分了。纵然你们上辈子日日相伴，可一旦踏入轮回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再见已是陌路，好好生活就是，又何必庸人自扰呢？我离开了7、9街白魂大道，晃晃悠悠地在街上闲逛，好半天也没消化掉这些信息。突然，一辆货车疾驰而来，眼前一阵白光闪过，无数灵魂洗礼我的身体，剧烈的痛感压过，我好像躺在一朵棉花上，我好像快死了。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不想打扰。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，手机铃声在耳边环绕。我眯起眼睛，烦躁地从床上爬起，接通电话，那头是房东催租的声音：叶离，你已经3个月没交房费了，要是再不交，你就给我滚蛋。放下电话，我仔仔细细地查看了自己的胳膊腿儿，一切完好，这才深吸一口气。原来刚才是做了个梦中梦啊，只不过那个梦还挺真实。我收拾床铺的时候，捡起一本掉在地上的书，但书里夹杂的圆形卡片却不见踪迹。唯一和七白有些关联的东西，似乎只剩下鞋柜里藏灰的那双水晶鞋了。距离那个恐怖游戏通关已经过去3个月了，我找遍了网上的信息，却再也没找到那个游戏入口，只找到一个诡异王国的官方声明：此游戏已下线，各位玩家后会有期。顾晨燕生日宴那天，我推掉了他的盛情邀请。他身上的光芒太盛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他可以不食人间烟火，但我必须要考虑柴米油盐。或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交集。以后我也只想好好生活。我是公主身边的骑士，国王去世的时候，要我好好照顾公主，护好这个王国。那年，公主只有7岁。蝎魔族趁机入侵王国，诡异将士接连死伤，战火连天，整个王国都弥漫在黑色的硝烟里。终于，蝎魔族攻入皇室，他们在到处寻找公主的踪迹。公主满脸泪痕，抱着我说她不想死，我也不想让她死。听说轮回之境可以让人重生，我便将她送入轮回之境。公主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双冰蓝色的水晶鞋。听说轮回后就没有记忆了，我怕公主忘记我，便剥离了自己的肉体，跟着公主一起遁入轮回，而灵魂还一直飘荡在王国上空。我要守护公主，但也要抢回我们的王国。可是我只有一个人，不，现在只剩一缕魂了。我好像做不了那么多事。终于，蝎魔族抢占了王国，烧毁了公主最喜爱的庄园。庄园里的山茶花化作漆黑的浓烟，好似一个个凄厉的恶鬼，腾空出世，散发着无尽的怨恨。我苟且偷生地活了下来。为了报仇，我向黑罗婆婆抵押了1/3的灵魂，换取了一支强健的鬼兵队伍。又是一场浴血厮杀，这次胜利的号角在我耳边吹响。我赢了！我将诡异王国重新修建，又将庄园的土地翻新，重新种满山茶花，等待我的公主殿下归来。我收集了公主前世的所有记忆，寄存在黑罗婆婆那里，想当面还给她。可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的公主迟迟未归。庄园里的山茶花被一场大雨洗劫，从此衰败，再也没活过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原来我的魂魄可以同时穿越轮回之境和诡异王国，来去自如，不受限制。我终于能去找公主了。我是在一个漆黑的地下室找到公主的，她住的地方阴冷潮湿，连窗户都没有。公主，我轻轻呼唤她，朝她伸出手，可双手很快穿过她的身体，她也没听到我的呼唤。我忘了，我现在只是一缕灵魂。就这样，我默默跟着公主，跟着她出门，又跟着她回家，看她蹲在马路边啃已经发硬的面包，又看她不远万里坐车去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剧组，给一个不知名的男人应援。那个男人和我长了同一张脸，好像是当初与灵魂剥离的肉身吧。某种意义上，他是我，可又不是我。他对我的公主冷漠，眼里只有事业和无穷无尽的欲望。他让我的公主受委屈，却没有丝毫悔意。他把公主的心伤了一遍又一遍。
而我只会守护公主，对她唯命是从，又怎么舍得她受半点委屈？我决定把公主找回来。于是，一款名叫《诡异王国》的恐怖游戏面试，通关条件就是公主的水晶鞋。我用那个人的脸，成功把公主吸引了进来。她以玩家的身份存在，我终于可以和她对话了。她叫我老公的时候，我幸福的说不出话。这个游戏设定是需要把通关物品藏起来，让玩家寻找，或者玩家相互残杀，增加武力值，获得通关资格。我捧着公主的水晶鞋，看了看房顶，又看了看地板，最后用它代替了虚无的心脏。有了心，我就可以对公主释放爱意了。那天晚上，该死的引魂娃娃来到公主的房间，他要带走公主的魂魄。我出现的时候，公主已经打开了房门。引魂娃娃冲我得意的笑，这个姐姐死定了哟！我怎么能让她得逞？我听说黑罗婆婆喜欢用我的灵魂入药。那个清晨，公主还在熟睡，我匆匆出门，向黑罗婆婆抵押了自己剩余的灵魂，只求她能救公主一命。黑罗婆婆答应了我的条件，告诉我只剩1个小时，1小时后她就会收回我的魂魄。我强行改变规则，把顾晨燕拉入了游戏。只要杀死她，公主对人间就不会再有任何留恋，她可以安心的留下来，继续做诡异王国的王。这样，我也算完成了国王的临终遗愿。我终究还是失算了。公主为了他，宁愿自己死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我强行杀了顾晨燕，封闭出口，公主将会永远留在这里。可那样，公主一定不开心的。黑罗婆婆来勾魂了，催促我快做决断。我叹了口气，决定尊重公主的意愿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最后一刻，我撕碎皮肤，把那颗温热的心脏亲手交给公主。听说爱一个人就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他，愿他岁岁平安。